夜色笼罩着太平洋，浪头拍击舰首，蒸汽从弹射器的缝隙升起。甲板上，一架庞大的金属机体缓缓滑行，机翼折叠，机尾高耸，几乎与舰岛齐平。指挥官举起绿色信号灯，舱内的3名飞行员屏住呼吸。下一秒，弹射钩释放，轰鸣声撕裂夜空，那架巨兽被抛向风浪。2台喷气发动机的尾焰在黑暗中画出长线，海浪被气流掀起，沉淀白雾。那不是一架普通的攻击机，而是一架航母上的战略轰炸机。1950年代的美国海军正试图完成一项近乎不可能的任务，把核打击力量搬上海洋。他们要让航母不再只是战术打击的浮动机场，而是一座能发动世界末日的移动城堡。这架名叫 A3 Sky Warrior 的飞机就是他们野心的象征。在冷战档案里，它被称为空中战士。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舰载机，也是唯一一架能携带核弹从航母上起飞的战略级轰炸机。但命运开了一个冷酷的玩笑，在它还没有真正执行过一次核任务时，洲际导弹已经改变了游戏规则。A3 被迫从核轰炸机变成了加油机、侦察机、电子战平台，最终成为冷战海军最低调的多面手。在冷战漫长的岁月里，它从未开火，却记录了航母作战形态从核威慑到电子战的全部演变。它的故事像一面镜子，映射出了冷战海军的恐惧、转型与坚持。大家好，我是 Jason， 这里是 High Weapon。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那架被称为 Whale 的钢铁巨兽 A3 空中战士。从战略核梦到电子战老兵，它如何撑起航母体系的隐形脊梁？又为什么说它的命运浓缩了整个冷战的演变？冷战刚刚开始的时候，美国空军已经拥有了一切，他们有 B-36、B-47、B-52，这些名字像一串金属密码，代表着核威慑的终极权力。在五角大楼内部，这种权力几乎被空军独占，他们掌握核弹，掌握洲际打击权，也掌握着预算。而海军虽然拥有庞大的航母舰队，却被逼到一个尴尬的位置。如果明天开战，核弹由空军投放，导弹由空军发射，那航母除了在远航巡逻，又能做些什么？这对一支以全球机动打击为荣的军种来说，是一种羞辱。于是海军提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我们要有自己的核打击力量。他们想要一架能从航母起飞，飞行上千公里，携带战术核弹，在敌国海岸线上完成攻击的轰炸机。这不是战术打击，这是在海上重建第2条核威慑链。海军要证明航母不只是浮动机场，而是可以移动的核基地。问题是，航母的物理极限摆在那里。1950年代的中型航母，比如说埃塞克斯级及早期的弗莱斯特级，甲板长度不足300米，弹射器推力有限，阻拦索也承受不了大吨位的着舰。而海军想要放上去的是一架起飞重量超过30吨的巨兽，这几乎是个工程笑话。飞行员们调侃说，要让一架轰炸机飞上航母，就像让鲸鱼爬进浴缸一样。但道格拉斯公司的工程师并没有退缩，他们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打造一架尽可能轻量化的双发喷气轰炸机，同时强化起落架和折叠翼，让它能在甲板上生存。那就是 A3 的雏形。1952年首架试飞成功，当它从航母甲板上被弹射出去的那一刻，整个海军都沸腾了。那不是一场普通的试验，而是一种象征，代表海军终于在核战略桌上重新占有了一个位置。A3 的设计初衷并不是要和空军的 B 系列轰炸机竞争性能，而是要让航母具备一种新的威慑层级，当陆地基地被摧毁，海上仍能反击。这就是它的使命，也是它名字 Sky Warrior 空中战士的真正含义。把一架轰炸机放到航母上，这听起来像工程师的玩笑，但道格拉斯的设计团队把玩笑变成了问题清单。如何让一台重型机体承受弹射推力？如何让它在短甲板上起飞而不撞上舰岛？甲板上的绳索、吊钩、刹车能否承受它的着陆冲击？ A3 的诞生就是在这些不能办的条件里找答案。它的外形像一只被拉长的战斗鲸鱼，机身宽大，舱门深长，机内空间足以让成年人直立行走。这种体量本身就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麻烦。
首先是机体结构的双重任务，为了装下较大弹仓和长航程燃油，设计师把机身做得又宽又深，但宽大的机身在甲板上意味着重量与惯性，两者都会放大弹射与着舰时的应力，于是起落架、机腹纵梁、舵面连接点都必须加固加厚。在关键受力点上，工程师采用了冗余结构与局部加固，换句话说，就是要用更多、更结实的材料去补偿体积带来的弱点。这也让 A3 在早期服役就被贴上坚固但笨重的标签。其次是折叠翼与甲板适配，航母舱位有限，机库层必须能容纳机身与折叠后的机翼。A3 的翼根与折叠机构设计既能快速折叠，又能保持气动平衡。折叠机构要能在甲板颠簸、延误侵蚀的环境下长期工作，这对制造公差和材料耐腐蚀性上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每一次折叠、展开都是对机械耐久度的考验。第三是推进系统与重量管理的博弈。为了在短跑道上获得足够的升力， A3 采用了2台普惠 G57涡喷发动机，能够提供足够的推力去克服重载起飞的初始阻力。但推力越大，推进系统的油耗与热负荷越高，机体为此必须保留更大的燃油舱与更复杂的散热系统。解决方案是把燃油与荷载布局做到极致优化，把重量集中在机身中线附近，尽量减少转距带来的结构应力。换句话说，就是在内部做装箱术，把每一滴燃油、每一件设备都放在最不伤机体的位置。第四是甲板操作与弹射、阻拦适配的协同工程。A3 的起飞并非单靠推进器，它依赖弹射器的巨大瞬时推力，着舰时又需要阻拦所承受高能量的动能转换，这对航母本身也是挑战。弹射器、刹车系统、甲板作业流程都要为这类重型舰载机做出微调，舰载人员需要用特殊的牵引、定位程序移动它，维护人员也需要特殊起重设备来调运机体部件。可以想象，一架 A3 在甲板上的每一次起降都像一次复杂的舞台机械表演，节拍要精准，人员要到位，设备要绝对可靠。最后一个关键点是改装友好性，这其实是 A3 的意外优势。大舱体和丰富的内部空间让后续改装变得可行，炸弹舱能改成燃油舱，机舱能装下庞大的电子战设备和监听天线，机体能容纳额外的发电装置与冷却系统。比起那些为了性能把机身塞得满满当当、几乎无法改装的弃婴战机， A3 的留白设计成了它最重要的储备资本，这也为它在服役后期的角色转变埋下伏笔。从战略轰炸机向空中加油、电子侦察、通讯中继的转型，正是基于这份空间上的慷慨。然而，设计上的妥协并非没有代价，更结实的结构意味着更重的自重，更大的体积意味着更复杂的维护，更宽的机体意味着在甲板上更难以掉头、搬运和存放。这些代价在几十年后会以零件短缺、疲劳裂纹、维护成本暴涨的形式显现到运维层面上。冷战走到60年代，战略格局变了，洲际导弹开始登上舞台，海军的核轰炸机地位迅速下滑。A3 本来被设计投掷战术核弹，可核弹的投放权已经转向那些导弹发射基地，它被边缘化了。但正是因为如此，它得以重生。海军没有让这台庞然大物退役，相反，他们发现 A3 那巨大的机身、宽阔的视舱、过剩的推力，正好满足一件新事情，让航母上的飞机飞得更远。于是第一批改装开始，它的炸弹舱被拆空，换上油箱、泵组与加油管路， A3 变成了 KA3B 舰载加油机。那意味着战斗机不必再等返航加油，可以直接在空中延伸作战半径。在越南战争的天空上，这种场景司空见惯，一架 F8 或者 A4 飞到高空，与 A3 轻轻接触，燃油像一条银色的线，在天空中画出弧光。没有它，很多战机根本飞不回航母。这时的 A3 不再是轰炸机，而是飞行的生命线。但它的多面人生远不止于此。随着电子战概念的兴起， A3 被再一次改装，改成电子侦察与监听平台，型号是 EA3B。 机舱里装满信号接收器、干扰机、磁带录音系统，机组成员从3人增加到7人。飞行中，他们要同时监测几十个频段，从雷达、无线电到导弹制导信号，
一一记录、标注、加密。在越南，在地中海，在北太平洋， EA3B 常以普通加油机的身份出现在雷达上，但实际上它在监听整个战区，有时甚至伴飞在苏联舰队外侧，静静偷听他们的战斗通联。这些任务很少被公开，直到冷战结束多年后，相关档案才被解密，外界才知道这些不起眼的老飞机在冷战情报战中扮演了极关键的角色。A3 的电子版本后来还延伸出通讯中继与测量平台，在每一次改装中，它都证明了一个事实：它的机身不是老旧，而是充满余地。那种体积成了它与时代共生的资本。就这样 ，A3 从核轰炸机变成了电子老兵，它从未开火，却始终在战争最前线，不是靠轰炸，而是靠信号、数据与耐力。这场转型也让它活得更久，比同年代的 B47、A5、F9 通通都长。越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一段诡异的平静，表面没有战争，但空中电波却比战场更热闹。苏联舰队出海，通讯频率密集如潮，雷达站、潜艇、远程轰炸机都在用无线电交织一张巨大的监控网，而美国需要有人去监听他们在说什么，在哪里，在做什么。这时 A3 回来了，电子侦察型 EA3B 开始执行一种没有存在的任务。它伪装成加油机，从母舰起飞，沿着国际空域飞行，却始终贴近对方的雷达阴影。机舱里亮着微光，7名成员围在监听台前，耳机里密密麻麻的杂音、信号、密码流，每一段录音都可能是导弹测试或舰队行动的线索。在冷战的高空，这不是一场枪炮的战争，而是一场频谱与信号的博弈。A3 成了其中最安静也最危险的角色。有一次，他沿着白令海飞行，雷达屏幕上出现苏联的远程轰炸机，双方没有开火，但彼此都知道对方在监听。这是冷战的潜规则，每一次对峙都是在用信号测试底线。在地中海、阿拉斯加，在日本外海， EA3B 的身影反复出现，有时是单机出动，有时是编队掩护。在雷达上，它只是一串模糊的光点，但在情报系统里，它是一只看不见的耳朵。时间从未善待任何飞机，尤其是那些服役太久、飞得太远的老兵。A3 的命运也不例外。进入80年代，冷战的紧张并没有减缓，海军的航母舰队依然在全球巡逻，但甲板上的主角已经换成了新面孔 ：A6、H3、EA6B。年轻的喷气机一架接一架登场，它们更轻、更快，也更聪明。而那头金属鲸依然坚守在甲板角落，它的涂装早已被烟雾侵蚀，机翼边缘满是补丁，每次起飞都要机师反复确认油路与舱压。这台服役30年的机器已经开始发出衰老的声音。A3 的最大问题是结构，它太结实也太重，当年的加固设计在延寿期成了负担，机身金属出现疲劳裂纹，起落架支点被反复更换，每一次修复都是一场外科手术。维护人员笑称，这架飞机不飞时才是最安全的，因为每次启动发动机都可能展露出新的问题，油路老化、电缆脆化、气密舱漏压，在几十年的热循环与烟雾侵蚀下，金属的疲劳肉眼可见。然而它依然在飞。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 EA3B 仍在执行监听与通讯任务，它的电子设备一再升级，但机体早已超出原设计寿命。很多任务结束后，机组成员下机第一件事不是喝水，而是摸一摸机舱壁，那是一种与钢铁共存的默契。海军内部曾评估过延寿方案，结论是可以修，但太贵，制造新飞机反而更划算。于是 A3 的命运被定格。1991年前后，最后几架退出服役，有的被拆解，有的进入博物馆，剩下的被 NASA 租去做高空试验。在那之后，航母上再没有出现过同级体量的舰载机，时代转向了模块化、小型化、信息化。A3 的那种钢铁加空间的思路成了过去，但也正因为那份过度的设计，它活得比任何同类都久。从50年代初飞到90年代初，它跨过了整整40年。
这在舰载机史上几乎是奇迹。当最后一架 A3 滑上航母弹射器，甲板上没有礼炮，只有海风。那是90年代初，海湾战争刚刚结束，冷战的尘埃还未落定，海军的新舰载机阵容已经排成一列。A6 入侵者挂着电子吊舱， F14熊猫折着双翼待发， S3维京正从另一条跑道滑行，而那台银灰色的老机体正在为他们让出空间。在剑桥控制室，新的任务频道响起 EA6B， 新的电子战系统已经上线，新的时代正在接管天空。而在另一端，老技师拆下 A3 的信号天线，他看着甲板尽头的天空，那里有阳光、海风，还有几架正在爬升的喷气机，声音掠过耳旁，不同的频率却延续着同一条脉络。在冷战最紧张的年代，每一架飞机都不只是飞行器，它们是政治的延伸，技术的实验，也是人类恐惧的具象。 A3 的一生从核轰炸的幻想开始，以电子监听的现实结束。它没有投下过核弹，却让核威慑真正变得可信。它没有打过空战，却在无线电的阴影中赢下了信息优势。它是一个时代的隐形记录者，在档案棍的金属锁后，在退役舰队的甲板下，他留下的不是功勋章，而是一串冷静的数字：航程、载重、出动次数、信号频率。今天，当我们看着现代的 EA18G 咆哮着 MQ-25 无人加油机，很少有人会想到，他们的基因都能追溯到70年前那头空中鲸鱼。A3 的理念、平台、续航、电子空间都被继承并发扬。在技术的长河里，有些飞机是英雄，短暂而辉煌；有些则是基石，沉默而长久。A3 属于后者，它从未开火，却支撑了整个冷战的信号网络。它没有参与战争的终局，却一直站在战争的门口。在那片钢铁与电波交织的天空里，它见证了人类从炸毁世界到计算世界的转变。A3 空中战士，一架从核梦中诞生，在电子战中老去的巨舰之一。如果说冷战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紧张和平，那么它就是那场和平的影子。大家好，我是 Jason， 这里是 High Weapon， 感谢观看。下期想看什么，评论区告诉我，我们下期见。